你想成為百萬富翁嗎？只需要你答對15道題，那你就是讓人仰慕的大富豪。百萬富翁是无数人記憶中經典的問答遊戲節目，當年在香港、澳門地區播出時收視極高，甚至一度超越香港小姐競選。節目規則簡單清晰，從報名表中選出10名參賽者，搶答環節按正確順序排列答案，速度最快者可挑戰100萬獎金。獎金共15題，第一題1000元，答對全部題目可獲最高100萬，設有8000元和6萬元2條保險線，超過保險線後答錯也能拿走對應保險線獎金。參賽者遇難題可使用50%，打電話求助智囊團，詢問現場觀眾3個錦囊，每個錦囊僅限1次。這檔節目並非原創，而是本港台從英國 ITV 電視台購買版權，幾乎1比1複刻，僅獎金跨度略有差異。台灣也曾推出類似節目《超級大富翁》，由鄭秀文主持，英版與港版規則一致，但最高獎金為100萬英鎊。2000年時，100萬英鎊與港幣相差10幾倍，巨額獎金吸引無數人參賽，可真正能拿走全額獎金的人寥寥無幾。2001年，英國皇家少校查爾斯·英格拉姆憑借驚人表現，成功答對全部15題，成為節目史上極少數拿下100萬英鎊的選手。然而，這期節目從未播出，節目組更是直接取消兌現支票，原因是查爾斯在比賽中作弊。作弊事件要從查爾斯的參賽過程說起。首輪搶答環節，他與其他7名選手同台競爭，最終以3.97秒的驚人速度勝出，獲得挑戰資格。為備戰比賽，查爾斯每天都會在自制答題器上訓練20分鐘。比賽前期，他答題果斷，前4題毫無懸念答對，第5題稍作猶豫也順利過關。第6題，他使用詢問現場觀眾錦囊，在觀眾幫助下答對。來到第7題，獎金達到2000英鎊，已跨過第1條保險線，即便後續答錯，也能保底拿走1000英鎊。第7題，查爾斯使用第2個錦囊打電話求助朋友，再次答對。此時3個錦囊僅剩1個，剩餘題目難度越來越高，所有人都不看好他能衝擊100萬獎金。巧合的是，導播此時宣布當日錄影結束，這檔節目並非一次性錄完，查爾斯的100萬挑戰被分成了2天進行。第2天繼續比賽，查爾斯從第8題開始，獎金已達4000英鎊。面對主持人提問，他聲稱自己的策略是慢慢來，更保守，而正是這個慢慢來，藏着整場作弊的關鍵。第10題是流行音樂題，查爾斯表示不擅長，用掉最後一個50%錦囊，剔出2個錯誤選項後，他最初認定答案是 A， 可突然改口稱自己在家刷題時直覺大多錯誤，最終改選 D 並答對。節目組回看錄像時發現異常，查爾斯改口前，賽場內傳來一聲清晰的咳嗽聲，後續題目作弊痕跡愈發明顯。此時查爾斯已答对10題，越過第2條保險線，保底可拿32000英鎊。沒有錦囊後，他每道題都故意把4個選項逐一念出，而每當念到正確答案，賽場內就會立刻傳來一聲咳嗽，念到錯誤選項則毫無動靜。涉及50萬英鎊的第14題，查爾斯明知答錯會從25萬英鎊獎金跌至32000英鎊，卻執意繼續答題，完全不符合正常人邏輯。他依舊逐一念出選項，咳嗽聲精準落在正確答案後再次答對。最後一題100萬英鎊終極問答，查爾斯依舊表示不清楚答案，卻不顧主持人勸阻，冒着損失46.8萬英鎊的風險繼續挑戰。和之前一樣，咳嗽聲在他念到正確選項 A 時準時響起，他順利答對，拿下100萬英鎊。節目組很快鎖定了咳嗽聲的來源，賽場搶答題區的參賽者特克溫。特克溫是大學講師，錄像中全場192次咳嗽裡，有32次來自搶答區，19次清晰的與查爾斯念出的正確答案同步。電視台隨即將查爾斯、他的妻子以及特克溫一同告上法庭，並提交3大證據：一是錄像中高度同步的咳嗽聲，二是工作人員在賽後更衣室聽到查爾斯夫婦爭執，疑似妻子埋怨他作弊過於明顯；三是同场參賽者萊瑞作證，咳嗽明顯是在為查爾斯提示答案。被告方則極力反駁，查爾斯稱自己猶豫是為節目效果，改口是受觀众驚呼聲影響。特克溫辯稱自己患有花粉和灰塵過敏，咳嗽只是巧合，面對他人咳嗽不合礼儀，才會轉向主持人方向。至於比賽前一晚2人的通話，他們解釋是同屬節目智囊團，只是互相鼓勵。此外，辯方指出，法庭播放的錄像是節目組刻意放大特克溫咳嗽，剔除其他雜音的版本。現場環境嘈雜，查爾斯根本無法分辨哪聲咳嗽是提示。現场主持人也表示未察觉異常咳嗽，但法院最終認定3人欺詐罪名成立。查爾斯夫婦被判18個月監禁，緩刑2年；特克溫被判12個月監禁，3人各罰款15000英鎊，外加訴訟與辯護費用，總計支出11.5萬英鎊，算是用錢換取了自由。
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同年年底，查爾斯又捲入保險欺詐案，被保險公司起訴。接连2起醜聞，讓服役16年的他被陆軍委員會強制免去少校職務，雖保留養老金，卻很快陷入破產危機。時至今日，查爾斯依舊堅稱自己沒有作弊，仍在尋求上訴翻案。他已成功撤銷妻子的部分罰款和訴訟費，夫妻2人的辯護費用也從2.5萬英鎊降至5000英鎊。但當年的作弊罪名始終未能洗清。這起百萬富翁作弊案成為英國綜藝史上最轟動的醜聞之一，一聲咳嗽換來的100萬英鎊，最終讓3名當事人身敗名裂，也讓這檔經典節目多了一段充滿爭議的傳奇往事。